近日，俄罗斯强势发声，所有进入黑海地区的北约军舰都在被俄罗斯严密监控。如果北约想从黑海方向进攻俄罗斯，任何在黑海的北约军舰存活时间最长不超过14分钟。俄罗斯如此强势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住北约，让北约不再插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纠纷。但是北约中有相当多的西方军事强国，军事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大。俄罗斯有能力做到像自己说的吗？有军事专家就分析到，俄罗斯在沿海地区部署了大量的防御导弹系统，更不用说俄罗斯还有强大的空中力量，而且所有进入黑海的北约军舰都可以被俄罗斯找到。实际上来说，俄罗斯甚至可以用更快的时间将北约所有的军舰全部消灭。当然，这也只是理想状态，别忘记了北约还有许多的航母完全可以不进入黑海就对俄罗斯发动攻击。当然，俄罗斯肯定也会安排庞大的战斗机群来拦截来自航母方面的打击。看起来俄罗斯说出这番话来是有一定的底气的。北约军舰如果还敢在黑海上耀武扬威，到时候可能就要损失惨重了。但是北约也不可能眼看着俄罗斯却独自解决乌克兰问题，毕竟乌克兰和俄罗斯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到时候乌克兰很可能向俄罗斯服软，这样北约这些年来对乌克兰的投入就都打了水漂。据媒体报道，北约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绕过俄罗斯正面的部署，从保加利亚潜入俄罗斯的后院，在黑海的侧面部署数十艘军舰和潜艇，随时可以给乌克兰提供援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对俄罗斯进行攻击。这并非只是瞎想，因为这样的意见是保加利亚国防部长亲自提出来的，而且获得了北约中许多国家的同意。不得不说，北约中的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让俄罗斯顾此失彼，毕竟北约这样做虽然无耻，但是从理论上来讲竟然合情合法。如果俄罗斯敢动用武力打击，必然会成为挑起战争的祸首，而且俄罗斯的防御力量也顾及不到那么远的地方。看来北约似乎是找到了俄罗斯的命门，这下俄罗斯可真的就不好办了。但是北约想轻松的做到也不会那么容易，因为这还得看土耳其方面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说土耳其也加盟了北约，但近些年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十分不好，甚至有脱离北约的想法，更是频繁对北约老大美国进行挑衅。而更为重要的是，保加利亚与土耳其靠在一起，北约军舰潜伏在保加利亚海域，同时也会给土耳其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近些年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有所缓解，无论从土耳其国家的大局还是与俄罗斯的私交，土耳其都有很大可能会站出来反对。如此多的利益纠纷纠缠在了一起，看来到时候黑海上的局面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和混乱了。虽然说现在的日本已不再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国防预算不断增加，哪怕这会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发展。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日本经济从长期来看很难复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量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就预计全球经济将出现复苏。然而，伴随着欧美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续恶化，西方专家频频被打脸，其中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上半年经济增长势头相较于去年迅猛了很多，但美国的经济数据并没有得到缓解，同时这还连带拖累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虽然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但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西方，在许多政策上都与欧美西方紧密相连，所以就连经济发展增速也与西方国家挂钩，这就导致了在许多政治问题上，日本不得不紧跟美国的步伐。就比方说共同遏制中国崛起，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嘴上说着不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可在行动上，美军与日本海自的联系却越发紧密起来。上周，美日更是直接露出獠牙，被媒体曝光称双方正在冲绳县、宫古岛与石垣岛的北方海域进行武力夺岛演练。种种行为都在说明，日本已经把自身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黄皮白新国家。为此，我们对日本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关于这一点，相信我们的高层领导人也绝对清楚。于是，在美日露出武力獠牙后不久，中国解放军用实际行动回应，两岸统一不会等太久。日前，我军突然行动，夺岛作战罕见曝光。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消息，解放军正加强关于台湾东部洋面进行登陆作战演习。与以往相比，解放军的登陆舰虽然也有过出现在太平洋的经历，可这一次解放军进入到了花莲的外海区域。就现在所公布出来的信息而言，我们对台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台湾海峡这一条上，尤其是台西南空域，几乎已成为
为我们军机的日常上班打卡地。这种常态化的行动意味着，如果台海局势继续恶化，那我们对台采取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将登陆台西南方向。原因也很简单，这一块区域的基本信息已经被我们掌握完全了。现在唯一困扰我们的就是域外势力所带来的影响。美国还好，毕竟离得远，但日本现在也摆出一副誓死要干预台海问题的架势，那就不得不防了。为此，我们一边在舆论上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点原则共识，加强内部控制，避免事态继续恶化，一边在军事行动上频繁展现自身的武力。如果届时日本还死性不改，再看不懂的话，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据环球网援引岛内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军机巡航台西南空域，在29天内还未出现中断情况。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军在该地区的战备巡航完全合理合法，是维护祖国核心利益的必要举措。而尽管是合理合法的例行战备巡航行动，29天未出现中断的情况仍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近来以美国为首的挑衅势力接连试图抵近我国的红线，美国国会议员窜台、叫嚣对台军售、发表错误涉台言论等行为越发频繁。更为险恶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奋力挑衅，还意图将中国这一内政问题扩大化，上升到国际高度。比如，美国集结盟友，共同在这一问题上向中方发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则紧跟美国步伐，接连发布言论表示，一旦发生战事，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会考虑跟随美国选择军事介入。显然，美国等国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在霸权主义国家美国看来，统一问题是中国实现真正崛起所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成功破坏这一进程，就能够阻止中国崛起，从而永保自己的霸权大业。但是美国忽略的是，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没有人可以阻挡历史潮流，而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霸权国家可以一直保持强大。现如今，美国等国对华的挑衅姿态大有冒险一战的架势，而他们瞄准的冒险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台海。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军必须有所行动。某种意义上来说，连续多天战备巡航台海这一罕见事实，或许就是我军的行动之一。而我军在台海方向上的密集行动，似乎也只为证明一点。相关分析人士指出，我军向来很少主动地展示自己的战略威慑力，比如很少对外发布自己的武器装备进展等。而此次连续多天进行战备巡航，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意在表明解放军足以应对任何外部挑战。我们都清楚的一点是，在过去的解放军军机巡航的这么多天内，美军也在这一方向上进行过一定的挑衅举动，比如美国米利厄斯号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海，但是这样的行动仍然没有影响到解放军的巡航动作。所以说，这表明我军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控制局面，并能够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战之能胜。这一点，希望域外挑衅势力以及岛内分裂势力尽早明白。11月发生了很多事，美伊元两度窜访台岛，美日澳等国接连拉拢东盟，俄罗斯和北约冲突进一步升级等等，甚至就连这最后几天，美国也不太安分，一股想要升级台海局势的架势。据官方媒体环球网11月29日消息，当天美国海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由南向北穿越了台湾海峡。好家伙，美军这是想做什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美军的整个行动中，有着非常多的细节，例如这次P-8A 反潜巡逻机是从日本的三泽基地起飞，随后先是从巴士海峡南下前往南海，这个动作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这架军机在返回时却转了个大弯，由南向北穿越了台湾海峡，抵达东海海域，最后才返回。从整体航线上看，美军此番动作就像是包围了整个台岛一样，所以美军这是在向我军示威。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美军这个动作其实撑腰意味十分明显，显然就是想要打破解放军的包围圈。因为就在美军军机飞越的前一天，解放军出动了27架次的军机前往台海巡逻，其中包括了一架最新加入了的运20空中加油机。而27架次军机在巡逻台海是多方位完成的，因此当时就有专家表示，我军此番动作表明了拥有从任何方位夺取并保持台海制空权的实力。不过可惜的是，美军这个算盘打的是挺如意的，但是现实真的能让美军如此掌控吗？其实不然，虽然一直
直以来，美军机确实经常性的对我国领海进行抵近侦察，甚至经常利用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中间的公海海域，以此来发出挑衅。但是需要知道的是，选择利用侦察机飞越台海，并且还是反潜巡逻机是非常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今年才有的新动作。即使如今1年都快过完了，这种动作也才不过3次。然而，这个看似非常特殊的动作，其实真实实力还有待考究。毕竟 P-8A 反潜巡逻机虽然拥有反潜实力，但是在台湾海峡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这次美军才只出动了1架 P-8A， 所以这显然战备意义不大，不过对抗意味却十分强烈。而且这次飞越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那就是这次美军军机在飞越途中最近的时候，距离福州外的领海基线仅只有16公里，也就是说这次整体航线美军军机都偏向了大陆这一方。美军这是什么意思也很明显了，就是在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但是却不打算给出多少战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这次虽然是在撑腰，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承诺，依然打着所谓的战略模糊的主意。这一点也和美国总统口口声声的只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比较吻合。不过美国虽然没有实战意味，但对抗意味却十分明显。我国早就说过，在必要时刻将会采取一切手段守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安全。对于这一点，希望美国铭记在心。